美国针对中国的重炮来了。9月10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世界放出一个足以让中国经济窒息的信号，要求欧盟与美国站在一起，对中国和印度全面加征高达100%的关税。这是赤裸裸的2级制裁，矛头直指中国赖以维系的出口产业链。一枚子弹可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，但一纸关税就可能摧毁一个国家的产业命脉。过去40年，中国依靠世界工厂的身份维持着高速增长。根据海关总署数据，2024年中国出口总额达到3.6万亿美元，占 GDP 比重接近20%。在这其中，欧洲与美国市场的比重合计超过35%。也就是说，每卖出3件中国制造的商品，就有1件最终流向欧美。但现在，特朗普挥舞的100%关税大棒，直接砸向了中国制造的咽喉。请设想这样一个场景：一台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，原本在欧洲售价1000欧元，加征100%关税后，价格瞬间飙升到2000欧元。欧洲消费者会买吗？不会。订单会留下吗？不会。制造工厂会继续开工吗？不会。订单消失，工厂停产，工人失业，地方财政破产，这是连锁反应，是一场以关税命名的经济瘟疫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已经突破21%，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群体失业率更是高达29%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如果100%关税落地，将会怎样？答案只有一个：失业潮会像洪水一样倾泻而下。根据麦肯锡的数据，中国有超过 1.8 亿就业人口直接或间接依赖出口产业。如果美国和欧盟同步加征100%关税，即便只导致30%的订单流失，也意味着至少5000万人的饭碗会被砸碎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还记得2023年美国单方面提高对中国电动车关税时的惨状吗？当时比亚迪、吉利等车企出口订单锐减，一度传出电动车堆在港口卖不出去的画面。而现在，关税覆盖的范围不仅是电动车，而是几乎所有中国制造。9月10日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：“我们坚决反对动辄拿中国说事，坚决反对对中方施加所谓经济压力。”然而，这样的回应听起来更像是一声无力的呐喊，因为现实摆在眼前。2024年，中国外汇储备从3.2万亿美元骤降至2.8万亿美元，资本外逃加速，人民币贬值压力沉重。倘若欧美全面关税封锁，中国还能拿什么来支撑庞大的出口体系？更可怕的是，美国并不是孤军作战。特朗普已经明确点名，要求欧盟站在一起。不要忘了，欧盟虽然嘴上强调战略自主，但它对美国的依赖度远超外界想象。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欧盟军事、能源和金融几乎全面依赖美国。试问，在这种格局下，欧盟有多大的可能性拒绝特朗普的要求？答案几乎是0。关税不仅仅是经济战，更是一种精准打击的战略核武器。它像一根多米诺骨牌，轻轻一推，整个经济体系就会轰然倒塌。第一张骨牌是外贸企业的订单断裂。广东、浙江、江苏这些过去20年里中国最繁荣的外贸重镇，工厂主们将率先感受到窒息感。2024年，广东省外贸出口总额已下滑11%，不少纺织、家电、电子厂的老板直呼利润已经没有了。一旦100%关税落地，这些企业不仅利润没有，连活路都没了。第二张骨牌是银行的不良贷款飙升，中国银行业早已深陷坏账泥潭。根据银保监会数据，2024年末
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高达3.2万亿元，不良率达到 1.7%。而那些依赖出口的企业，一旦倒闭，欠下的贷款就会变成一张张烂账，银行的资金链也会被拖入泥潭。第3张骨牌是地方财政彻底崩盘，中国地方财政早已岌岌可危。2024年，全国31个省份中有29个省份财政赤字，地方债余额总额突破40万亿元。地方政府唯一能喘口气的办法是依赖外贸企业缴纳的税收，但当外贸产业链被100%关税彻底切断，这些政府的财政收入将像沙漠中的水一样瞬间蒸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基层公务员工资会被拖欠，意味着教师、医生的薪水会被削减，意味着养老、医保的资金会被挪用。第4张骨牌是社会秩序的动荡，失业、破产、断供、停工，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，就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。还记得恒大、碧桂园暴雷时，多少购房者拉横幅维权，堵在售楼处哭喊血汗钱没了。如果5000万工人因为关税失业，情况会怎样？那将不再是局部的群体事件，而是全国性的社会海啸。如果说100%关税是一颗子弹，那么接下来等待中国的就是整整一排机关枪。我们看到的是直接打击，出口崩溃，企业停产，失业潮。但真正让人窒息的，并不是企业的倒闭，而是这种冲击如何一步步撕裂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社会结构。中国的金融系统本来就像一个被胶带勉强粘住的玻璃瓶，恒大、碧桂园的暴雷只是小小的裂缝，但当100%关税生效，裂缝将迅速蔓延成粉碎。2024年，中国4大行的利润增速几乎全部跌破个位数，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。农业银行最新财报显示，仅房地产领域的不良贷款余额就高达3200亿元。现在，如果出口产业链崩溃，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会破产。这些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们背后压着的是巨额贷款。根据央行数据显示，中国中小企业贷款余额高达53万亿元。一旦企业倒闭，贷款瞬间变成坏账。坏账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银行资金链断裂，储户存款变得岌岌可危。再往后就是2008年冰岛式的金融危机在中国重演。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，真正的社会崩坏才是关税打击下的终极剧本。5000万工人失业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无数个家庭的饭桌上突然没有了饭碗。意味着还在供房贷的年轻人每个月盯着银行短信通知，焦虑到彻夜失眠。根据贝恩咨询的调研，中国1线城市家庭平均月供占收入的比重超过 55%， 失业1个月就可能断供，断供半年就意味着全家的积蓄被房子吞噬殆尽。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读书无用，工作无望，未来无解，摆烂与暴力将成为他们唯一的出口。地方财政一旦崩盘，公务员降薪、养老金拖欠就会变成普遍现象。2024年，贵州、云南、甘肃等地已经爆出财政困难，部分公务员奖金取消。如果关税落地，这些情况会在全国蔓延。没有工资的公务员还能维持稳定吗？没有医保的老人还能安心养老吗？没有学费的孩子还能读书吗？当社会契约彻底瓦解，唯一能维持的只有高压维稳。摄像头更多，街头武警更多，但老百姓的愤怒也会更多。社会崩坏的链条，中产阶层曾是中国最忠实的稳定器，他们买房、买车、消费，以为自己能在经济浪潮里过上安稳生活。但当100%关税落下，他们发现房子卖不掉，工资拿不到，
投资血本无归。根据瑞银2024年的数据，中国中产家庭的财富已有近40%所死在房地产。一旦楼市和股市双杀，中产的安全感将彻底崩塌。我努力了20年，结果一夜回到解放前。这是未来无数中产阶层最真实的写照。如果说现在还只是经济危机，那么未来等待中国的就是全面的社会危机。一旦美国和欧盟形成共识，中国制造将在全球市场被彻底边缘化。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。失去国际市场，中国的制造业会像一座空壳城市，被历史抛弃。40万亿地方债、30万亿房地产债、数百万亿影子银行资金，在外贸崩溃后，这些债务会像雪球一样失控，最终形成债务雪崩。中国可能会迎来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惨烈的金融风暴。当普通人发现银行不安全、房子不保、养老金不稳，唯一的信念明天会更好也会崩塌。人们不再相信未来，不再相信政府，不再相信规则，社会就会在冷漠、仇恨、焦虑中一点一点撕裂。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，我们必须让中国为支持俄罗斯付出代价。这句话像是一道冷酷的判决书，把中国推向了悬崖边缘。今天的100%关税还只是序曲，真正的灾难是当关税开始像病毒一样扩散，从纺织到电子，从家电到新能源，从制造到服务业，所有产业都将被拖入深渊。中国经济的奇迹可能正在2025年的秋天戛然而止。